注意看，一位和阿 Sa 驾驶同款车型的老哥，居然用技术碾压，让阿 Sa 全程看不见尾灯。瞧瞧这丝滑的连续过弯，连刹车都不带踩一下的。没有想到，居然还有人比阿 Sa 更加熟悉道奇充电器。那么这老哥今天能否走掉呢？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 ASP 阿肯色州的阿 Sa 弗里曼正在巡逻时，发现前方有一辆白色的轿车突然开上了 VIP 车道，这可是阿 Sa 的专用车道，岂容他人染指。阿 Sa 见状，果断将速度提到180公里每小时，因为落后的距离较远，避免打草惊蛇，他也没有提前打开氛围灯，看来是想突然靠近，给老哥一个惊喜。前方车流实在太多，为了安全起见，阿 Sa 还是提前打开了氛围灯，而这一下也让他过早的暴露。当阿 Sa 还在疑惑为什么没看见老哥时，前方匝道口一抹白色的身影吸引了他的注意。好家伙，居然还落后这么多，仿佛刚才阿 Sa 提前加速并没有起到作用。看来除了占用 VIP 车道，这老哥的车速也不简单。好在阿 Sa 赶到的及时，在匝道口发现了老哥的去向，这样不至于刚下高速就迷路。而这辆车的轮廓和尾灯，阿 Sa 简直不要太熟。老哥驾驶的是和阿 Sa 同款的道奇充电器，这辆 2T 版搭载 5.7自吸 V8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375，100公里提速5秒。哪怕这个配置在道奇充电器里只能算中配，但也是妥妥的性能猛兽。好，和阿 Sa 开同款车，走阿 Sa 的车道，这老哥简直是把 buff 叠满了。别看现在他还在领先，那是因为阿 Sa 起步时落后的太多。阿 Sa 认为他每天都和这辆车打交道，没有人能比他更懂道奇充电器，再加上和前方老哥的距离也变得越来越近，这一把老哥必输无疑。或许是为了印证阿 Sa 的想法，在前方弯道处，老哥强行超车时，差点就撞上了对面的 NPC。瞧下地上的刹车印，这种速度居然都能救回来。因为刚才弯道处的失误，老哥损失了大量车速。阿 Sa 趁机来到老哥身后不远处，本想一个贴贴就此结束，没成想老哥出弯一个加速，叫阿 Sa 险些顶不住。明明大家都是道奇充电器，凭什么他更快一步？不信邪的阿 Sa 开始了全力以赴，有着氛围灯的加持，护怕护，一顿油门下来，倒也跟住了老哥的脚步。经过这个路口时，老哥突然一个色盲模式打乱了阿 Sa 的节奏，明明只是领先不到50米，经过一个路口居然翻了2-3倍，这才几秒钟，老哥便去到了前方路口。这老哥简直是会瞬移。阿 Sa 的雷达显示，在这个弯道上，老哥的车速达到了惊人的190公里，只是抓住了一个瞬间的机会，便叫阿 Sa 看不见尾灯。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让我们来看一下老哥的战力表。好，用心大佬，怪不得如此擅长把握机会。看这架势，阿 Sa 自知不敌，趁着还没跟丢，赶紧呼叫队友。好歹也是位5星大佬，阿 Sa 的这波操作也不是盖的，在前方再次锁定了老哥逃跑的方向。这样一看，好像也并没有落后多少，眼看还有戏，阿 Sa 立刻使出了全力。要知道，一开始落后那么多，老哥只是一个小失误他就追了上来，现在距离并不算远，再加上有氛围灯的优势，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。仿佛是听见了阿 Sa 的心声，阿 Sa 才刚给自己做完心理建设，老哥就突然开始爆发，一个极限刀片超车，轻松躲开 NPC。虽然没有氛围灯，但老哥却可以用技术弥补。刚才还能看清整辆车的轮廓，现在又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小黑点。很明显，老哥的技术远在阿 Sa 之上，果然一星之隔就宛如天堑。明明在中途已经来到了同一起跑线，但老哥只是几个细微的操作便改变了局面，哪怕阿 Sa 一个失误都没有，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老哥又一次消失不见。好家伙，老哥的八字是真的够硬，这么密集的车流居然还能如此快速的通过。纵使有氛围灯加持的阿 Sa 也险些被 NPC 给送走。这个路口阿 Sa 明显又奇差一招，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跟丢，阿 Sa 也是彻底的燃尽了。快用妙剑 R9 揉捶肩颈按摩仪放松一下，上能贴着脖颈曲线精准按摩，下能对着斜方肌揉捏加捶打并行，阿 Sa 再酸胀的肩颈都能轻松拿捏，难怪上次推都是好评，还有1200次每分钟的高频捶打，揉捶无缝切换，就像老师傅按的一样舒服到位。配上升级的艾灸探热敷，暖着后颈窝，湿寒全摆脱，阿 Sa 一套按下来
来浑身都轻快，不管是居家办公还是抓捕途中，只要阿 Sa 往背后一扣，老哥再狡猾的思路都能摸透。他一共有3档力度加5种模式，全身适配不限制，语音播报超贴心。阿 Sa 追捕中用也不分神，大家要是有颈椎酸痛的情况，可得提前重视起来，赶紧用妙戒做好日常养护。体积小，随身带得动，续航也够用，还能省下去按摩店的钱。双12送福利，现在评论区领券，入手超底价，保价送运险，买贵退差，售后和质保靠谱，放心冲。但是最近6星大佬有不少倒在了小黄鸡或是 NPC 手上，所以拥有着信念的阿 Sa 依旧没有放弃。而在这长时间的极限压榨下，阿 Sa 似乎隐隐有些突破，达到了5星巅峰。恰好老哥又在前方上了高速，这可是 ASP 最擅长的领域，这让阿 Sa 又一次看见了希望。瞧下这170公里的时速过弯，阿 Sa 绝对是经验丰富。就这阿 Sa 的实力，要是放在其他州，高低也是博德和马修斯般的存在。但身在人杰地灵的阿肯色州，居然还显得有点菜。等等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林真英赶尸吗？这也就是阿 Sa 有事在身，不然高低得给他拦下来见见世面。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先抓老哥要紧，毕竟拉扯了这么久，有一半的时间都是连尾灯都见不着，叫阿 Sa 十分不爽。而老哥不断的更换逃跑路线，让支援的队友根本就无法对他进行预判。本以为能在高速上缩短一点差距，老哥也是完全不给机会。尽管阿 Sa 此刻的车速已经接近了230公里每小时，但也只能勉强保证不跟丢。老哥恐怕也没想到，这位阿 Sa 居然如此难缠。本以为自己6星的实力足以吊打，没想到过去了这么长时间，还在阿 Sa 的视线范围之中。要是真拖到他的队友赶来，恐怕结局还不好说。想到这里，老哥便不再留手，开始全速前进。虽然只有双向1车道，但他的车速依旧达到了恐怖的230公里每小时。这一次没有花里胡哨，全凭大力出奇迹和6星大佬堪比螺纹钢般的八字。仅仅只是过了一个上坡路段，老哥的尾灯便再次消失不见。这速度，纵使是已经达到了5星巅峰的阿 Sa 也是望尘莫及。果然，有的时候不努力一下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绝望。明明知道老哥就在前方，但哪怕是把脚伸进发动机里帮忙蹬几圈，也无法改变现状。果然还是印证了那一句，与其逼自己一把，不如放自己一马。不过阿 Sa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，至少顶着如此高强度的压力坚持了这么久，让他达到了5星巅峰。来到这个路口时，已经彻底失去了老哥前进的方向。至此，这位6星大佬成功摆脱阿 Sa，完成消星。